莫兰特作为当今联盟后场新星的璀璨代表，以其极具观赏性的球风赢得了广泛赞誉。他凭借顶级的速度与运动能力，加之卓越的终结技巧，频繁登上每日10佳球的榜单，暴力灌篮的镜头更是屡见不鲜。然而回溯至莫兰特的中学时代，他的篮球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那时他的爆发力尚不足以支撑他完成一次灌篮，天赋似乎只是平平无奇。但正是这样的起点，莫兰特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与后期刻苦的训练，逐步蜕变，最终震惊了整个联盟，被誉为妖王。刚踏入高中校园时，莫兰特因身材瘦小而无法扣篮，这也让他在球探的眼中并不被看好。彼时蔡恩已经被誉为5星高中生，而莫兰特在球探评测中却仅获得0星的评价。幸运的是，莫瑞州立大学的主帅麦克马洪独具慧眼，他看中了莫兰特潜在的才华，并将这位急需1号位球员的球队新星带到了 NCAA 赛场。在这里，莫兰特得到了磨砺与成长。大一赛季，他便稳坐球队首发位置，并在接下来的2年里持续进步。在此期间，莫兰特不仅通过持续增肌增强了对抗能力，还不断改善投篮手型。大一赛季时，他的3分球命中率仅为30%左右，但到了大二，这一数据已提升至 36.3%。这段成长经历见证了莫兰特从普通天赋到妖王的华丽蜕变。自3月份起，莫兰特的名字正式跻身当年 NBA 选秀的热门行列。以榜眼之姿加盟灰熊队后，莫兰特持续展现其进化之势，不仅荣膺最佳新秀奖项，还2度入选全明星阵容，并被选入最佳阵容。同时在季后赛中大放异彩，尽管近2个赛季伤病与场外风波给他带来了不少挑战，但新赛季中满血归来的妖王莫兰特与他的灰熊队无疑将成为西部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劲力量。从昔日0星评价的高中生到如今 NBA 全明星的蜕变，莫兰特在多个维度上实现了显著提升。其中他妖王的绰号便是对其腰腹力量与身体控制能力的最佳诠释。这份竞争力与影响力源自他卓越的腰腹控制力，使得他在空中能够自如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巧妙绕开防守者，将球精准地送入篮筐。对一位身材并不占优势的后卫而言，这样的制空优势无疑为他在巨人林立的禁区中赢得了更多宝贵的出手机会，展现了其非凡的篮球智慧与技巧。事实上，莫兰特出色的篮球技艺根基早在孩童时期便已由他的父亲精心铺设。那时，莫兰特每日需肩扛10磅重的包裹进行滑步训练，往返于家与2英里半外的马路之间。这份日复一日的坚持是他篮球征途上的最初磨砺。受限于家庭经济条件，莫兰特并未拥有专业的训练设备，但他却以最为质朴的方式锤炼自我。老莫兰特为儿子安排了2个小时的力量与技巧训练日程，包括跳跃巨大的轮胎，其尺寸远超莫兰特的身体，以及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进行挡拆练习。在整个训练过程中，老莫兰特对儿子要求严苛，不容丝毫差错。正是这份来自父亲的严格训练与长年累月的积累，铸就了莫兰特那令人称奇的腰部力量。步入 NBA 之后，莫兰特更进一步，亲自参与了一部影片的拍摄，并在其中详尽揭示了其腰腹训练的精髓与步骤。训练从单腿臀桥、侧向平板支撑、跪姿俯卧撑等基础动作开始，随后逐步加入哑铃进行快速蹲起、哑铃划船、臀桥、哑铃上推等进阶训练。尽管有人猜测影片中展示的这些训练项目或许仅是莫兰特日常训练的热身环节，他并未完全揭开训练的全貌，但从这些已展示的内容中，我们依旧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莫兰特对于核心力量的高度重视与不懈追求。凭借强大的核心力量，莫兰特在禁区面对防守对抗时，依然能够维持出色的篮下终结命中率。作为一位以突破著称的矮个后卫，他在过人技巧上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莫兰特步伐迅捷且步幅宽广，爆发力强劲，面对第一道防线时总能迅速摆脱对手。无论是运用顺步还是交叉步，他总能精准地找到防守人的弱侧角度，实施致命一击。在大学期间，莫兰特在3分线外的投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这不仅为他后续的突破技巧创造了更多空间，也使得他的进攻手段更加丰富多彩。与此同时，他突破造杀伤的能力也实现了质的飞跃。大一赛季，尽管他场均出场时间高达34分钟，但场均罚球次数仅为 4.3 次。然而到了大二赛季，在出场时间并未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他场均罚球次数却飙升至 8.2 次。这种突破能力的持续增强，为他日后的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拥有卓越的篮下终结能力更是成为莫兰特在选秀时的一大亮点，为他赢得了众多球探与球队的青睐。更值得称赞的是，莫兰特在高强度的比赛节奏中依然能够展现出惊人的稳定性。提及这位年轻球员，人们往往联想到的是他那扣篮、拉杆等充满暴力美学的打法。即便是在遭遇场外风波、长时间阔别赛场之后，莫兰特在上赛季仅有的9场比赛中，场均仍能出场35.3分钟，这得益于他长期严格训练所累积的出色体能。从流出的训练视频中，我们不难发现，莫兰特非常重视如跳轮胎等能够锻炼心肺功能的项目。这些训练在他比赛后半段体能接近极限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他保持竞技状态。随着腰腹力量的日益增强以及突破技术的不断精进，这位曾经被视为瘦小、零星评价的高中生后卫，如今已蜕变成为 NBA 全明星最佳阵容的一员。那么，在当下的 NBA 赛场上，莫兰特是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打球的呢？他的进攻技术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莫兰特在 NBA 级别的激烈对抗中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篮下终结命中率，这是他跻身明星级球员行列的根本所在。上赛季在比赛中，莫兰特展现出了高效的抛投技巧，26次尝试中有16次命中，命中率颇为可观。特别是面对鹈鹕队精英防守队员琼斯的抛投绝杀，更是成为了灰熊队那个动荡赛季中令人难忘的经典瞬间之一。在有限的比赛场次中，莫兰特展现出了惊人的篮下命中率，高达 65%。这一数据足以证明他出色的腰腹力量为他提供了在面对高大补防球员时鲁莽起跳的底气，并在空中灵活运用折叠、拉杆等技术动作，寻找最佳出手角度。当然，要想获得如此多的篮下出手机会，必须具备强大的突破能力。而莫兰特在外围突破防守方面的造诣堪称联盟顶尖。他身材矮小且偏瘦，但这恰好让他擅长寻找防守的空档，能够敏锐地捕捉到通往禁区的缝隙。莫兰特的有球启动速度极快，即便是速度不占优势的防守者，也往往难以在1对1防守中抑制他的突破。通过对防守者站位及双脚位置的精准分析，莫兰特能够在交叉步突破与顺步突破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在相对健康的22至23赛季，莫兰特每36分钟的篮下出手次数高居联盟第2，甚至超越了绝大多数中锋球员。尽管他的效率或许不及那些高大的内线球员，但莫兰特凭借巨大的突破终结产量以及制造的大量罚球机会，依然能够在进攻端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尽管罚球命中率一直是莫兰特被外界诟病的一点，但考虑到他足够的产量，这一不足似乎也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此外，尽管莫兰特并非以投篮为主要得分手段，但他并不排斥进行大量的3分尝试。对手们深知莫兰特在篮下的威胁，因此在处理掩护时往往会选择后绕以保护禁区，这正是莫兰特所期待的3分出手良机。诚然，莫兰特的3分命中率尚存波动，在其5个 NBA 赛季中，21至22赛季的 34.4% 命中率已是其职业生涯的峰值，而上赛季在有限的比赛样本下，他的3分命中率更是下滑至 27.5%， 未能突破3成大关。值得称赞的是，莫兰特从未停止过尝试与努力，从新秀赛季场均 2.7 次3分出手，到2年级时提升至 3.8 次，再到22至23赛季第2次入选全明星时，他场均3分出手次数已达到 4.9 次，命中 1.5 记3分球。假以时日，若莫兰特能够将3分投射锤炼成一项常规且高效的进攻武器，他无疑将在进攻端进化成一位无死角的得分机器。此外，莫兰特在支配球和对比赛的控制力方面的优秀表现也常被外界所忽视。大学时期，教练麦克马洪之所以能够在众多高中生中慧眼识珠，选中当时瘦弱的莫兰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莫兰特对比赛形势的敏锐阅读与准确判断。从21至22赛季场均 6.7 次助攻，到随后的赛季飙升至 8.1 次，莫兰特在传球与组织进攻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莫兰特在突破过程中擅长吸引协防，随后精准地将球分至外围队友，为射手创造出空位3分投射的良机。同时，他也善于向内线输送精准的传球，助攻大个子球员轻松篮下得分。总之，当莫兰特掌握球权时，他很少会让对手通过夹击迫使他停球，导致进攻停滞。相反，他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将球转移至最佳位置，确保球队的进攻流畅和高效。
莫兰特最为吸引球迷的莫过于他那独特的比赛气质。进入联盟仅仅5年时间，他便因多次尝试隔扣各大中锋而留下了诸多经典瞬间，其中不乏戈贝尔、唐斯、亚当斯等球星成为他隔扣的背景板。在22年西区半决赛对阵勇士的第3场比赛中，莫兰特在客场3节内3分球7投4中，独得34分，并送出7次助攻。即使在末节因伤退场，他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受伤的视频，并配以他们破坏了规矩的豪迈宣言，展现出了他那不屈不挠、敢于挑战的精神风貌。在23年季后赛对阵湖人的第3场较量中，尽管湖人在第4节前已手握20分的领先优势，但带伤坚持出战的莫兰特在随后的1节里独揽22分，将比赛的悬念重新拉回。尽管最终未能赢得比赛，但莫兰特在洛杉矶这场复出之战中狂砍45分，并送出了13次助攻，让紫金军团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曾豪言：“我们在西区没有对手。”这类充满斗志与自信的发言，正是莫兰特的真实写照。与灰狼队的爱德华兹相似，莫兰特不仅仅是一位追求胜利的球员，更是一位渴望从心理上彻底击垮对手的斗士。然而，在连续2次入选全明星阵容的辉煌之后，莫兰特的职业生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波折。2次持枪事件导致他上赛季遭遇禁赛，而在赛季结束后，他又遭遇了严重的伤病，导致赛季报销。自23年与湖人激战6场之后，灰熊队一直渴望能够重返季后赛的舞台。新赛季伤愈复出的莫兰特选择了增肌，以迎接新的挑战。增肌无疑会增强他的对抗能力，让他在突破终结时更具优势，有望进一步提升篮下命中率。但与此同时，增肌也可能导致他在投射时的肌肉记忆产生偏差，从而对远投命中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莫兰特而言，如何在增肌与保持投射手感之间找到平衡，将是他新赛季面临的一大课题。莫兰特的远投能力本就处于波动之中，新赛季他将展现出怎样的投射水准，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值得注意的是，增重可能会增加足部受伤的风险，这对于莫兰特而言，无疑是一个身体与技术上的双重挑战。尤其是考虑到他除新秀赛季外，单赛季的最高出勤场次仅为63场。不过幸运的是，上赛季巴恩已经展现出了不俗的带队能力，在产量和效率方面都有着显著的提升。同时，队内的年轻球员如杰克逊、达马尔等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通过选秀加入的新秀伊利，同样能够在攻防两端为灰熊队增添更多的活力与可能性。面对这样的一支卷土重来的青年军，新赛季的西区赛场无疑又将掀起一番激烈的争斗。而莫兰特那被誉为天下第一妖的绝技，也到了再次闪耀江湖的时刻。